1981年11月9号，在陕西浔阳县浔阳中学的一个学生在回家的路上呢，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。后来研究人员发现这块石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多面体印章。起初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多面体印章是几个臣子一起用的，后来他们在其中一面发现了独孤信白书，让研究人员想到了被称为天下第一乐府的独孤信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点一个小小的赞，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为什么说独孤信是天下第一乐府呢？我们来说说他的女婿都是谁。北周明帝宇文毓娶了他的大女儿，隋文帝杨坚娶了他的妻女儿，就是独孤伽罗。他的四女儿嫁给了一个年轻人李炳，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李渊。李渊大家都知道，唐高祖嘛，这数量这质量，天下第一乐府实至名归。隋唐两代的前几任皇帝多多少少都和他有点关系。这么说来，李渊篡的是自己表兄弟的位子呀。当然，这个多面体的印章同样标志着独孤信的能力。当时不光有独孤信这天下第一乐府，还有主宰北周王朝的宇文护，而独孤信也是死于宇文护之手。独孤信是鲜卑族，容貌俊美，善于骑射，曾追随葛荣、尔朱荣等人。宇文泰、高欢这些后来的北魏重臣呢，在早期都曾经追随过尔朱荣。毕竟当时的尔朱荣是北魏最强大的一支力量，废立皇帝、杀皇帝太后都是手拿把攥的事情。于是就发生了河阴之变，北魏朝堂动荡。在跟随尔朱荣期间，只身一人捕获了贼寇渔阳郡王袁嗣周，之后又在尔朱荣军中作为先锋征战。在平定乱军之后，独孤信就在荆州新野当镇将，兼职郡守。新野的军政大权都在他手里，虽然只是一个县，后来因为他干得好，被升任为荆州大都督，兼任南乡郡守。独孤信就算是兼任两郡，依然是干得很好。但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这期间，独孤信因为在和东魏的战争战败，跑到了南梁3年，回来之后呢，又得到重用。不过这个时候，他还是不叫做独孤信，而叫做独孤如愿。在北魏分裂，他的好朋友宇文泰成为西魏的实际掌权者，独孤如愿也跟着一步步官职也是一步步增多。身居高位的独孤如愿并未变得骄纵嚣张，工作方面呢，还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尽力。在史料中记载，他是信助遐迩，宇文泰赐他名为信，独孤信就此而来。后来独孤信的职位也一步步高升，而文武官职都在他一人身上，于是就找人造了我们上面说的那个多面体的印章。不过这位天下第一老丈人的结局并不是很好。在公元556年西魏共帝3年，西魏共帝拓跋廓被迫禅位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。这和东魏的高欢一样毕竟北魏分裂的时候，东魏是高欢的傀儡，西魏是宇文泰的傀儡，两人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到称帝的时候，才让傀儡皇帝又干了几年。后来两位权臣的孩子都把傀儡皇帝的政权废掉了，西魏就是刚才说的宇文觉建立的北周，东魏就是高欢的儿子高阳建立的北齐。宇文觉继位之后呢，独孤信的官职升至太保、大宗伯，封为魏国公。但是在宇文觉继位之后，北周朝堂是在堂兄弟宇文护的手中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六魏帝黄丸宋武帝刘裕，这位宇文护虽然没有称帝，但是他也干掉了半颗六魏帝黄丸，而且是在4年之内干掉了3位。在宇文泰死后，宇文护正式走向权臣的道路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住宇文家的利益。于是他找来了宇文泰生前的好友于锦，两人交谈之后呢，于锦决定帮助他，帮他也是帮于锦自己。作为宇文泰生前好友，若是宇文家倒台了，自己也是不得好死。于是在于锦的带头下，其他大臣纷纷对宇文护行跪拜礼。宇文护又向权力中心前进了一步，之后就是让宇文觉称帝，干掉西魏的傀儡皇帝，宇文护自己不称帝。可能是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叔叔宇文泰吧，毕竟宇文泰在临死前把自己的权力大都移交到了自己的手里。可能也是这种人就喜欢在后边把握一切，看他下边的种种行为，干掉3个皇帝之后，自己就是不称帝。在西魏皇帝被废，宇文家成功上位之后，宇文护就要开始他的下一步了，那就是干掉同为西魏8柱国的赵贵和独孤信。赵贵对于宇文护一开始是不服气的，年纪轻轻就干到这个地步，说不定哪天就要干掉我了。而我们这期的主角独孤信呢，
在刚开始并没有想反对宇文护，但是后来宇文护干的事情愈发的过分，赵贵找上了独孤信，要拉他入伙。独孤信对这个嚣张跋扈的宇文护也很不满，于是便答应了赵贵。在宇文护干掉众多的朝廷官员之后，不少大臣都转投了独孤信门下。宇文护对这2个人还是有戒心的。后来赵贵的事情被宇文护知道了，宇文护先下手为强，干掉了赵贵。赵贵在进攻上朝时被杀，独孤信因为名望很大，宇文护将他免职了。后来独孤信在家中被宇文护逼着自杀了，当时给独孤信的谥号为厉，可见宇文护是多么狠的一个人呐！天下第一岳父死了，而宇文护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。北周的开国皇帝宇文觉对于这个一手遮天的宇文护很是不满，于是就找来一堆反对宇文护的人，要密谋干掉宇文护。结果又是因为口风不严，被宇文护提前得知了，于是就又被干掉了。然后就是独孤信的女婿宇文泰的庶长子，即北周明帝宇文毓，他也是被宇文护推上去了，励精图治，宽厚仁慈，清明励志，是一个很有作为也很有主见的皇帝。但是这位皇帝的好日子过久了就开始膨胀了，他想让宇文护把自己的兵权交出来，然后就被宇文护毒杀了。在明帝被毒杀之前，他的皇后独孤氏已经死了，明帝死后呢，和独孤氏合葬，宇文护又把宇文邕拉上去当皇帝。宇文邕就一直隐忍，明确地告诉大臣，有什么事情都去找宇文护啊，自己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，对宇文护也极其尊敬。扮猪扮了10几年，最后终于把宇文护给解决了，自己真真正正的成为了皇帝。后来就是宇文邕攻灭北齐，这就该独孤信的女婿登场了。杨坚掌握着北周政权，废周建隋，杨坚追封独孤信为太师上柱国，既定向苍蝇赵恒明备10州诸军事，冀州刺史，封赵国公，谥号为景。后来唐朝建立，李渊追封自己的母亲魏元贞皇后，将外公追封为梁王。一门3皇后，1个女婿，1个外孙，都是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，可见独孤信选女婿的眼光非常毒辣。虽然这些都是在独孤信死后完成的，独孤信也是没见到自己的女儿当皇后，就连最早北周明帝的明敬皇后也都是在独孤信死后才当上皇后的。不过因为独孤信的鲜卑血统，不光自己长得好看，女儿也好看，而且也是因为他的鲜卑血统，隋唐2朝的皇帝身上都是混血，这让他们在吸引异族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，同时也造成了隋唐2代的社会开放。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家也是出了3个皇后，宋朝的符延卿，2个女儿嫁给了柴荣，1个嫁给了宋太宗，不过都是继室，而且是在死后追封的，这质量上就没有独孤信家里的高了。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